袭击黑海舰队是开胃菜，下一个爆点或是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要注意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日前，在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港，乌克兰军队发起了一次由无人机和无人艇组合的海空联合袭击。随后呢，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此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布了无人水面舰艇袭击俄军军舰前的观察镜头，展示了对一艘导弹护卫舰的攻击行动。此次袭击共用了9架无人机和7艘海上无人艇。有媒体爆料称，乌军使用的无人机仍然是从中国采购的阿里巴巴产品，而这种无人艇早在9月份就在克里米亚被发现过。俄罗斯国防部说，黑海舰队部队迅速采取的措施摧毁了所有的空中目标。黑海舰队的新旗舰马可罗夫海军上将号幸免于难，但是少了一件伊万格罗贝斯号在袭击中受损，这是无人艇首次参加实战。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其设计特点。在该艇的顶部安装有摄像机和前视红外设备，摄像头后面呢有一个水平天线，可能是用于导航或通讯的。也就是说，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可以对目标进行视频和红外成像侦察。目前还不能确认其通信方式到底是地面电台控制，还是无人机中继通讯控制，或者采用了卫星通信方式。无人艇相比于无人机速度慢，但是它的装药量更大，因此攻击威力也更大。这款无人艇配备有简单的光学和红外侦察设备，通过无线电遥控或者通过卫星远程遥控，能够对其行进路线进行控制，从而可以精确地打击低速航行的目标或者是固定目标。但是要注意一点，无人艇如果没有外部实时的情报支持，仅靠其自身的态势感知能力，根本就不足以组织起如此复杂的破击行动。网友注意到，发现了一架美国的无人驾驶战略侦察机 RQ-4， 当时它位于克里米亚边境附近的黑海国际海域上空。俄军应对此次袭击比较被动。视频显示，俄军的护卫舰和米8直升机连续地向这艘无人艇开火，但是仍然未能将其完全摧毁。随后，军港出现了滚滚浓烟。这次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仍然留下了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看点。第一，美军的侦察机是否协助乌军的无人艇发动了这次攻击？英国军队是否也参与了组织行动？北约虽然表面上说不下场参与俄乌冲突，但实际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波兰，参与度都比较深。如果今后北约国家通过数据链和卫星通讯向乌军提供援助，那么类似的袭击事件就有可能会经常发生，这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二，这是乌军首次动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协同配合的攻击作战。要注意，这次乌军发动的海空协同袭击是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展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也是乌军首次使用无人艇对塞瓦斯托波尔市发起攻击。此前，乌军曾多次动用无人机攻击位于该市的黑海舰队的总部。俄罗斯军队呢，此前也不断地使用伊朗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未来，乌军也可能不断地采取类似的袭击行动，双方都有可能进入远程无人平台相互袭击的消耗战模式。第三，俄罗斯黑海舰队应对这次袭击行动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包括舰载武器的射击效果和港口防卫设施存在着严重漏洞。处于战争状态时，其主力战舰在军港保持不动，港口没有警戒艇巡逻，舰载武器没有第一时间处于作战状态等等，都是严重的问题。第四，乌克兰的无人艇
下一个袭击的爆点很有可能还是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方面如果防御松懈，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前段时间发生的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事件，有人就怀疑无人艇参与了对大桥的爆破行动，因为桥底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前水面出现波澜，可形成2次爆点，共同对桥体实施摧毁。如果俄罗斯方面防卫出现松懈，那么乌军很可能会通过无人艇将克里米亚大桥的桥墩炸毁，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就俄乌冲突的现状而言，除了正面战场对决以外，俄乌双方不断的使用无人作战平台进行远程袭击，将会成为常态。乌克兰在西方的帮助下，也会有样学样，在北约的支持下发动西城战，以及开始大量的使用无人化的装备。俄乌双方目前在战场机器人的使用方面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